60场连胜，摩洛哥拳坛霸主亚旗意大利公开叫阵，扬言只需3分钟就能横扫中国所有搏击选手。邱建良雷霆出手，抡起铁拳直击要害，让嚣张挑战者尝到中国功夫的厉害。这个口出狂言的意大利选手，不仅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豪门贵公子，更是在摩洛哥创下60场不败纪录，拿下终身拳王金腰带的狠角色。家族资产过亿的他，偏要放弃商海征途，用7年时间横扫自由搏击界，缔造了连拳王泰森、不败拳王梅威瑟都未能企及的战绩。正当外界质疑连胜含金量时，中国大东翔俱乐部王牌邱建良主动申请跨国挑战。作为中国羽量级擂台统治者，他是要撕开意大利的不败神话，用拳头向世界证明中国武者才是真正的格斗王者。家人们动动发财金手点赞支持，咱们直接进入热血现场。红方战袍是邱建良，蓝方战袍是意大利。开场铃铛响，意大利就频繁使用小动作挑衅，试图打乱邱建良的节奏，但咱们中国坦克根本不吃这套，迎着干扰步步紧逼，重拳开路压制全场，打得对手节节败退。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67公斤级的中国对摩洛哥的这个王者之战。红方是穿着红色短裤的邱建良，2015年 WF 世界功夫之王，对方是来自于摩洛哥的亚旗意大利，是 WPM 做了大量的准备。我们看邱建良在最近的比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进步？邱建良在前一段这个比赛中啊，自己的这个斜插线8个方位的移动呢，前后左右、斜前斜后、斜左斜右的这个。邱建良看准破绽，骤然发力，组合拳如暴雨般砸向对手。亚旗顺势贴身缠斗化解攻势。面对这种牛皮糖战术，中国猛将稳住心神，调整呼吸。既然对手总想近身耍花样，那就保持半步安全间距，既能防止被缠爆消耗体力，又能随时发动致命重击。至于裁判的判罚尺度，只要不影响大局，就暂时忍。连续进攻。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看着看着。邱建良相对站架报的比较低。邱建良还在找机会。小踢啊，对方踢完，不知是战术安排还是心理发虚。每当邱建良展开暴风攻势，亚旗总像鸵鸟般缩进搂抱防守，把擂台变成摔跤场。主裁不断上前分开两人，邱建良心里明镜似的，出国打客场难免吃点暗亏，只要前台没黑到明目张胆，这点小绊子就当磨练心性。真正的战士从不怕盘外招。西北打斧。对方一跳膝，连续的进攻，前后摆拳。对方在进行内围控制的时候，邱建良并没有根据常规去逃脱对方，或者跟对方去对拍膝，而是选择了拳法的这个抡摆。不要过来，吊一下。不要急，等他出去过去叫他，不要急，这点第二回合火药味越来越浓，邱建良像被困住的猛虎，对手根本不接正面交锋，不是缠抱就是卡距离踢腿，这种消极打法早该吃黄牌，可裁判偏偏装聋作哑，气得观众席骂声四起，连解说都忍不住吐槽，这到底是拳击赛还是摔跤表演？对邱建良进行搂抱，就是限制了邱建良的2次进攻机会。低扫，邱建良低扫。前后手，对方搂抱。我们看对方这种箍颈的方式，特别是我们看拿前合。裁判的偏向性判罚彻底激怒硬汉，邱建良眼中燃起熊熊战火。要是放任对手这么耍赖，再凶的拳头也像打在棉花上，既对不起买票的拳迷，更违背武者堂堂正正的精神。这种钻规则空子的行径，就该被定在搏击时的耻辱柱。裁判对选手应该进行一些警告。动起来，动起来！低扫，邱建良想近身，打击前摆，跳膝，哇，这个跳膝！邱建良刚才的头部进行了大量的位移，二跳膝，邱建良想连续的进攻找寻机会。我们看对方只要邱建良进入拳法的距离，对方马上进行搂抱。对方甚至完全不想跟邱建良去重创其锋芒。第3回合局势逐渐明朗，亚旗的战术就是消耗拖延，仗着主场优势和60连胜光环，用阴招扰乱对手心态，看台上山呼海啸的助威，反而让邱建良更加清醒。这不仅是对个人的挑衅，更是对中国格斗界的羞辱。每记重拳都带着民族尊严。
裁判说不允许带摔。不要去等他动起来，见他动，对，坐，记住，你把动，对，缓不缓？就是缓不缓？完了，上。我们看对方，的确这个时候应该对方不停的在使用搂抱战术和消极战术。我们看全两把对方推开，哇，对方有一个正蹬腿，高位的扫踢。张三的这个腿法的确是非常的悬啊，但是对邱建良现在进行医疗的处理。对手亚奇意大利现在在整场比赛的战术，我们只能说用的。中场铃声响起时，裁判组竟将胜利判给亚奇。邱建良攥紧拳头，青筋暴起。这场跨国对决教会他，擂台有时不只靠拳头说话，但真正的武者永不低头。老铁们觉得这场较量谁更配赢？评论区等你们高见，下期咱们继续热血开战。